台湾地区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周二宣称，将在立陶宛设立以台湾为名的所谓代表处。对此，国台办、外交部相继作出回应，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台独势力与立陶宛瞎折腾，到底图什么？过去数月，立陶宛这个人口不足300万的欧洲国家，为何公然跳上反华最前线？背后有何其他因素？来看报道。周二，民进党当局宣布将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并高调宣扬取得所谓突破，成为欧洲唯一一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反对建交国同台湾互设所谓代表处。我们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恪守建交承诺。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一条，任何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作出回应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反对我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我们敦促立陶宛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的社畜闹剧目的是谋独，再怎么折腾也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撼动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格局。这个立陶宛呢，它本身的情况，它给了台湾2万支疫苗，它人口大概不到300万，它这个时候有这些动作，绝对是一个政治上的意义，而且在政治上一定是跟台独是有配合的。台湾时事评论员黎建南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表示，台湾与立陶宛过去的经贸额度并不大，双方互设所谓代表处，其谋独意义要大于经济目的。事实上，今年2月4号，台外事部门公布在圭亚那设办公室，蔡英文随后也对外宣布这是一个好消息。没想到才1天，圭亚那就决定终止设立台湾办公室，让蔡英文当局尴尬不已。我觉得后面有2种情形，一种就像圭亚那一样，当初讲台湾设这个办事处，最后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等于说痛打台湾一巴掌。外界注意到，过去几个月以来，立陶宛在对华政策上不断调试。5月20号，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污蔑中国在新疆实施所谓种族灭绝，敦促联合国展开调查，并要求欧盟委员会审查与中国的关系。3天后，立陶宛单方面决定退出中东欧国家与中国之间的17+1合作机制，还敦促欧盟其他国家一同退出。一系列举动让立陶宛一下子跳上反华最前线。在台湾问题上，早在去年10月立陶宛大选后，新上台的政府就开始谋划推动对台关系。为展现所谓对台友好，上个月立陶宛还宣布向台湾捐赠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3国对俄罗斯存有较强的敌对情绪。路透社在5月22号的报道中指出，基于历史原因，立陶宛在西方推动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更强硬外交政策方面已成为主角。立陶宛为什么要这么做？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4月发布的一篇评论称，立陶宛希望他对中国的坚定立场能引起华盛顿的注意，这是传达给拜登政府的信息。立陶宛真的坚定跟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断交都在所不惜的话，那么他绝对是跟可以讲说西方势力有很大的一个默契。美国飞机2次降落之后，台湾当局似乎比较的低调，那么您是如何看的呢？从一般的逻辑来说，如果美国的官员或者飞机到台湾，必然会被台湾当局理解为来自美国的支持。但是最近台湾对于美国飞机降落表示没有评论，显得有些不同寻常。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台湾当局或许意识到，美国要把台湾这枚棋子给榨干，不可能给台湾提供所谓的保护。从中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说，美国只是以这种方式向大陆施压，或者说激怒中国大陆，而美国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在这个过程中，台湾两头受挤压，得不到任何好处。可能比较合乎逻辑的是，下一步美国会将一些废弃不用的武器卖给台湾，作为对台湾所谓的支持。拜登政府对台政策比特朗普更加没有底线。我们关注到第一次美国军机降落台湾，3名参议员随行，打着送疫苗的名义和旗号，将美国的高官和军用运输机带到台湾。
而最近，美国行政专机降落台湾，运送的货物被披露为外交邮袋，这是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事态。外交邮袋是维也纳外交公约中规定的外交豁免权的重要内容，是外交官员享受的通讯自由。美国与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也不能发展官方关系。美国从菲律宾运送的货物如果是外交邮袋，为何不回到美国？以外交邮袋的名义送快递进入台湾，其实是在打擦边球，故意模糊美台关系的性质，这要比飞机降落台湾的性质更加恶劣。从美台关系的性质来说，美国在肆无忌惮地打台湾牌，在这一连串动作的背后，其实就是给台湾一点小恩小惠，将台湾绑定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战车上。美国有官员就坦白地说，台湾在美国战略格局中的角色在发生变化，不仅是中美关系的问题，更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军用运输机降落台湾，以及打着外交邮袋的名义的快递抵达台湾，并不是给台湾支持，而是在台湾的脖子上套绳索。对于这样的态势，岛内一些有识之士也是看得非常清楚。从中获益的是美国以及蔡英文当局，受损的是台湾民众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宣布将在立陶宛设立所谓代表处，对于这一消息，您又有何观察呢？对于这一事件，我想我们有几个点可以进行分析。首先是对立陶宛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其国际影响往往是在国际形势转换的时刻曝光露脸，比如说冷战的终结，以及现在欧盟内部的纷争。最近比较受关注的是立陶宛在5月份宣布退出17+1合作机制，换句话说，立陶宛的自我塑造的形象就是特立独行。当然，这种小国玩大外交的势力也是屡见不鲜。对于这样的现象，我们要冷静观察，淡然处之。第二，立陶宛与台湾互设所谓的办事处，并不是外交关系。立陶宛官员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设立台湾办事处是受到其他东欧国家的启发，在看到有东欧国家设立台湾办事处之后，立陶宛也有意开拓台湾的市场。同时，立陶宛也缺少芯片，加强与台湾这一半导体生产中心的联系，也可以理解。问题就在于，这是过去18年来台湾与欧洲国家第一次互设办事处。更需要警惕的是，在立陶宛设立的办事处带有台湾2字，这是不可容忍的，需要我们严肃对待，表达立场。第三，立陶宛与台湾互设所谓办事处，其实带有非常强的政治色彩。美国在台协会肯定了立陶宛的举动，而且假惺惺地表示，在一中原则之下对台湾予以支持。其实我们观察到，在美国的推动下，台湾与索马里兰互设办事处，而且名称上带有台湾2字，开启了非常恶劣的先例。美国以这样的操作来保护台湾所谓的外交地位，事实上加剧了两岸之间的外交战。在当下态势之下，台湾不可能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另外，立陶宛与台湾互设办事处，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还将意识形态等因素夹杂其中，无疑是在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整体布局。好的，谢谢孙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